美国智库的这口出狂言，说可以分5步打击中国的1300个重点目标，彻底摧毁中国的战争能力。你说这话呀，虽然这个狂妄，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这反映出美国背后真实的意图。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那最近啊，美国一个著名的智库，就是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就搞了一份研究报告，就说美国空军有那么一个作战计划啊，他去选了1300个目标啊，就是我们中国的目标啊，就是他未来要打击的目标啊，其中有200座军用机场啊，600多个防空火力点呐，190多处地下的防空设施，以及200家军工企业，还有这个中俄的能源管线等啊，这个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又在海上，他们还要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啊。作战计划建议呢分5步啊，对这些目标是全部摧毁。这第一步呢，它首先要彻底摧毁沿海地区的防空系统，这样能打开通往中国内陆的空中门户。第二呢，美国他们设想用像 AGM-158呀这种中远程的导弹呢，去打击中国的内陆腹地的军用机场啊、防空火力点啊，以及地下防空设施等等，让这个中国军队丧失空中反击能力。第3步呢，就开始用大家伙，用这个大杀器了，就使用这个战略轰炸机，在 F-22、F-35隐身战机的掩护之下呢，打击位于中国腹地的军工企业，以及这个像中俄能源管线呀这种后方的保障的这种基础设施。第4步呢，他们就开始打击这个渤海湾呐、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这种交通运输网络、电力系统和工业这个制造基地等等啊，这就使中国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这个战争的支援能力。这第5步啊，就是要切断我们中国4条主要的海洋通道。你想想马六甲海峡，这是一条；你看印度洋通往这个中东和非洲的，这是一条；太平洋的北美和南美通道，以及经过东北亚，就是咱们北上这个北极这条北极航线。要说出这个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啊，他就认为只要说美国它能够先发制人对中国实施这个打击的话，就能为美国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去奠定基础。好，咱们关于这个计划里面这些具体的内容和这些建议啊，其实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啊，尤其是那个前4步啊，又有什么打入中国腹地啊、沿海城市啊，怎么样啊，就尤其是前面这4步啊，怎么评价它呢？这按照现在网上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但凡是有盘花生米啊，它也不能喝成这样。不过呢，透过他这种狂妄的说法，确实也能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实实在在的准备和可能要去做的事情。这第一啊，咱们先看他这5条，他说这5步吧，5个步骤吧，前4个咱们先别管它，就看他这个第5条，就是要切断我们中国的4条主要海洋通道。以美国现在的军力和它的军事同盟关系啊，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现实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咱们现在本身就不是一个海洋这个有利的国家，我们是海洋不利国家。那而且我们的远洋军事能力呢，确实还不能完全保障我们在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当然了。海上交通线这个事情啊，这个体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也不是一个比拼军事能力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它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呢，军事能力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至于说美国做得到做不到，它能不能这么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呢，要是足够的警惕。第二。咱们再说回现在发布这个消息的这个机构，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就是 CSBA， 它呢是美国知名的这个国防智库之一啊。你说它是一个民间的非盈利机构吧可是它和这个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的军方啊都有非常深的这个人脉啊、项目啊、还有资金呐、还有情报信息等方面的这种合作和关系，这里面的关系非常的深。你看很多美国的政府和军方的人员，他在不出任公职的时候啊，也都跑到这地方来干过按理来说，他们以往出的很多东西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他不应该说出这种狂妄的话。第3点，
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它能够出来这么一种声音，其实也反映着当今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不自信的这种心态。这种不自信，它表现在美国是过分依靠武力和现有的国力，不计代价的去维持美国的霸权。这第4点，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狂妄的话啊，说起来当然是可笑。我说了嘛，这就是酒喝的太大了，缺一盘花生米，缺盘下酒的啊，这喝的是太大了。但是呢，你看这种可笑的话的背后啊，它是客观的，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对美国民众起到了一个洗脑动员的一个作用，它总是起到一个灌输啊，把这个情绪给你这个煽动起来了，这舆论效果它也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呢正在逐步的形成统一认识，来遏制对抗中国，甚至呢是不惜发动战争的。这一点呢，他们美国可真是玩真的。这是一个民族生存的较量，是民族的未来之争，这东西没法调和。当然了，美国说是这么说，它最终能不能做得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